在楚风和龙南巡离开之后，那原本跪在地上的林涛长老等人也早已是纷纷起身，只不过眼下他们的脸色都很不好，就好像刚刚受到了极度的惊吓。虽都是至尊境的强者，龙氏的长老，可眼下的他们却都是一副六魂无主、惊魂未定的模样。倒是那林涛长老冷静下来之后，目光变得复杂起来。林涛长老，这该怎么办？那龙南巡怎么会突然拿到了族长大人的贴身令牌？难不成是发生了什么变故？终于有长老对林涛长老询问起来，他们都是龙木木母女的人，可以说他们的前程早就与龙木木母女俩的地位捆绑在了一起。而现在龙南巡拿到了族长大人的令牌，这让他们十分担忧。毕竟龙南巡乃是龙小小的人，不可能发生变故。林涛长老说道：“那是怎么回事？”长老们齐声问道。这龙南巡是一个痴情种，为了龙小小什么事都做得出来，只凭他的身份，怎么可能拿到族长令牌？林涛长老说道：“林涛长老，您的意思是，那龙南巡是偷的令牌？只是他怎么可能偷得到族长大人的贴身令牌？”众位长老说道：“在龙氏之内，没有人敢对族长令牌不敬。刚刚大家也都没有仔细去打量那令牌吧？”林涛长老没有直接回答，反而是对众位长老问道：“长老大人的意思是说，那令牌很可能是伪造的？”众人恍然大悟，虽然那令牌看上去很像是真的，但也如林涛长老所言，他们都没有敢仔细观察，所以仔细想想，那令牌就算是假的，也不是没有可能，不排除这种可能。林涛长老说道：“若真是如此，那龙南巡可就死定了。伪造族长大人贴身令牌，乃是抄家的大罪，不仅他要死，他的直系家人也都要陪葬。”有长老说道：“搞不好此事还是龙小小指示。”林涛长老的嘴角掀起了一抹诡异的弧度，而见此情形，在场的其他长老也是心领神会，明白了林涛长老的意思。倘若那令牌真是假的，也必然是龙南巡自己的主意，与龙小小无关。可他们若非要说是龙小小指示，龙南巡他们也没办法否认，所以搞不好这一次是彻底扳倒龙小小的一个机会。长老大人，那我们该怎么办？有人问道。去将此事禀告木木公主。公主大人自有办法处理。林涛长老说道。遵命。而他此话说完，便立刻有人拔空而起，离开此地，向远处飞掠而去。楚风和龙南巡锁定目标后，直奔那望月亭而去。山峰之下乃是一座湖泊，而山峰之上遍布粉色的樱花，一座粉色的亭子就立于悬崖之巅，那便是望月亭。此时望月亭上坐着一名女子，仰望天空，似是在思考着什么，而她便是龙小小。小小看到龙小小后，龙南巡十分激动，自远处便大声呼喊起来。听闻有人呼唤自己，龙小小也是转过头来，只是看到龙小小的那一刻，楚风和龙小小都是脸色变化，内心也不由得痛了起来。此时的龙小小不仅脸色惨白，更是十分消瘦，原本十分可爱的脸庞，此时竟显得苍老了一些。在她的脸上已经看不到一丝少女般的朝气与活力，尤其是那一双眼睛，更是十分的无神，通红的眼睛，满是血丝。天知道这些日子龙小小究竟哭了多少次，但龙小小这个模样，却有绝对不只是伤心过度所致。小恩公，你怎么来了？看到龙南巡和楚风的出现，龙小小也是十分意外，但是在她的脸上还是露出了一抹喜悦的弧度，这抹笑容依旧甜美，倒是让她那死气沉沉的脸上再度涌现出了少女般的活力。小小，你这是怎么了？是他们做的吗？他们对你做了什么？龙南巡十分担心龙小小，觉得是龙林涛等人所为对他，此时身上已经释放出了杀意。而相比于龙南巡，楚风则是没有多问，他落到龙小小身旁后，便捏住龙小小的手腕，为其诊断起来。你为什么要修炼禁忌功法，还服用禁药？楚风对龙小小问道。小恩公还是那么厉害，居然这都能被你发现了。龙小小笑着说道。禁忌功法，禁药。听闻此话，龙南巡则是好像明白了什么，随后他则是又埋怨又心疼地看向龙小小。小小，你怎么这么傻？就算你想救昭月大人，也不当如此对待自己啊。龙南巡说道。我想着我在修为上超越龙木木，便可能得到父亲的欢心，再去为母亲大人求情，也许父亲大人能够将母亲大人从禁牢之中放出来，只可惜我没用。龙小小说这话的时候，竟是一脸自责。小小，你不必如此的，现在有办法可以救昭月大人了。龙南巡说道。办法？你能有什么办法？龙小小并没有太大的反应，他似乎并不相信龙南巡，其实也不是看不起龙南巡，而是太了解了，连他都没有办法，龙南巡怎会有办法？他哪有那么神通广大？真的有办法？楚风有办法，楚风他也许能救昭月大人。龙南巡说道。小恩公，听闻此话，那龙小小便立刻看向楚风，那原本无神的眼中竟绽放出了一丝别样的光芒。只是很快，龙小小眼中的光芒就消失了。他不是不相信楚风，只是这里是龙氏，而他父亲是什么性格，他很清楚。他父亲最不喜欢的就是外人来管他们的家事。当他父亲决定处罚他母亲的时候，哪怕诸多太上长老劝阻也是没用，如龙生部这种更是被关押了起来。面对那样的父亲，楚风就算有再大的本领也帮不到忙，何况楚风只是一个小辈，他能有多大的本领呢？除非圣光一族内有大人物出面，否则怕是整个圣光天河都没有人能帮得到他了。尽管知道楚风也救不了他，但龙小小看到楚风还是很开心的。小恩公，你来这里是特意来找我的吗？真是抱歉，让你看到了我这个样子。龙小小话到此处有些失落，他自然希望让楚风看到他光彩亮丽的状态，而并非现在这个状态的自己。小小，一切都会过去的，只是怎么就成这个样子了？难道您的娘亲真的犯下了大错？楚风问道。小恩公，我们这种家族就算同父同母的兄妹，有时候为了利益都会变成仇人，更何况同父异母。
我母亲与龙木木的母亲本就是我父亲最喜爱的2个妻子，之所以喜欢，不仅是她们美貌，而是她们都很有能力，但为我父亲做事，难免就要有些手段。所谓错事，怎么可能没有做过的事的时候，我父亲都不会计较。可若有一天失了事，那些过错就都成了将人打入深渊的罪证。说这话的时候，龙小小很是无奈的笑了，只是那笑容之中却不仅仅是无奈，还有无尽的心酸。虽说龙小小的话语很是简短，但楚风也听明白了，其实就是宠爱。当龙氏族长宠爱之时，就算有错也是没错，但若失了宠，又被仍然得宠之人落井下石，就算没错也会有错。所以龙小小和他的母亲并没有犯下大错，只是失了事而已。这让楚风感受到了龙氏族长的冷酷，感受到了这个龙氏大家族的冷酷。但其实不仅仅是龙氏如此，各个家族都会如此。楚风自己也曾亲身体会，当年他的父亲犯错之时，楚氏天族落井下石的也是不少，甚至当他回到楚氏天族，想要害他的同族之人也依然有。虽然同样为人，但人和人真的不同，重情重义，愿为朋友以命相搏的，楚风见过；可本极为亲近之人，最后为了利益反目成仇的，楚风也见过。这种事虽然令人心痛，可却并不难理解。小小公主，虽然是你的家事，外人本不该插手，但作为朋友，我也希望我能帮你。而现在有一个机会，也许我真的可以帮到你。楚风说道。有一个机会。龙小小的眼眸再度变得明亮。当楚风亲自说出这句话的时候，他虽然仍有些惊讶，但他却也开始相信了。你可知道你族的龙脉之源？楚风问道。龙脉之源？当然知道。龙小小说道。龙脉之源如今发生了异动，也许可以借此机会开启。你们龙氏极为重视，你的父亲大人更是极为重视。楚风说道。真的吗？真的发生了异动？龙小小问道。小小，这是真的，我亲眼所见。龙南巡说道。太好了，这真是太好了，上天终于眷顾我龙氏了吗？得知这个消息，龙小小就仿佛忘了自己的处境，而是发自内心的为龙氏感到高兴。从这一点，楚风能够看出，龙小小对龙氏其实并没有太多怨恨，相反，对于龙氏，他还是很有感情的。不仅有了异动，并且很有可能会成功开启。而我和我的师尊来到龙氏，就是为了开启龙脉之源。现在，我的师尊正在想办法开启龙脉之源，若能成功开启，必然也是功劳一件。也许那个时候，我师尊为你母亲说情会有用。楚风说道。有用，一定会有用的。龙小小很是激动地说道。他知道龙脉之源对于龙氏有多重要，若真的能够帮忙开启，无论是谁做的，那都是他龙氏的功臣，哪怕他父亲也会心生感激。那样的人去求情，必然有用。但那个时候再说情，还是有很多不确定。可若在龙脉之源开启之前就说情，结果就会更加乐观。楚风说道。这样可能不妥。可龙小小却摇了摇头。为何？楚风问道。我父亲他的性格，我是了解的，他最不喜欢被人威胁。龙小小说道。小小，我知道你的担心了，只是如今的情况倒也有些复杂，因为我的师尊已经对你父亲说过，开启龙脉之源有生命危险，我们师徒2人愿意冒险帮忙，乃是因为你对我有救命之恩，所以你明白了吗？楚风将事情的经过以及如今他们现在拥有的筹码都告知了龙小小，而龙小小这样聪明的姑娘，自然很快就明白了楚风的意思。楚风，我该如何感谢你啊？龙小小此时已是红了双眼。之前在那遗迹之中，楚风就已经救了她一次，她没有想到，在她走投无路的时候，楚风竟然又出现了，并且哪怕这一次，楚风也很有可能会成功的帮到她。她是真的不知道该如何回报楚风是好了，那就当你欠我一个人情，以后再还给我。楚风说道。好，我一定还，一定会还。龙小小满眼泪花，小脑袋却点得跟捣蒜一般。不过你现在的身体可需要调理一番，若不介意，让我为你调理一下吧。楚风说道。龙小小之所以会变成这个样子，乃是因为服用禁药的同时，又修炼了禁忌功法，不过最终却失败了。其实他现在这个样子已经是很好的结果了。为了突破修为而强行修炼禁忌功法，这是极其危险的事，搞不好会走火入魔，甚至因此丢掉性命。虽然结果不算太坏，可现在龙小小的身体还很虚弱，需要尽快调理，否则情况只会越来越差，那就有劳小恩公了。龙小小并未拒绝，反而是欣喜的应下。随后楚风便开始为龙小小疗伤。虽说如今的龙南巡对楚风的看法已经有了极大的改观，可是龙小小毕竟是他的心上人，看到龙小小对楚风如此热情，甚至看楚风的眼神就跟放光一样，再加上龙小小对他却有些冷淡，如此强烈对比之下，这让他心里很不是滋味。只是他并未生气，也并未离开，还是站在原地打量着龙小小。虽然很羡慕楚风能够得到龙小小如此青睐，但其实他也非常希望龙小小能够快点好起来，希望龙小小是健康的。而在楚风的一番调理之下，龙小小的情况果然很快好转，虽然脸色依旧很差，但至少已经恢复了往日的容貌，并且要不了多久就可以彻底恢复。龙南巡，你真是大胆！突然之间，却有一声怒喝在远处的天际炸响响起，那声音之响亮，莫说山峰剧烈摇晃，就连虚空都是隆隆作响。顺身观望，数道身影自远处的虚空上气势汹汹而来，那些人正是林涛长老等众位长老，只不过此时来到的身影却比先前楚风见到的还要多。除了林涛长老外，还有其他没有见过的龙氏族人来到，但那句对龙南巡斥责的话却并不是林涛长老说的，而是一名女子。那是一名年轻的女子，位列于众位长老身前。不得不承认，这名女子有些姿色，说是倾国倾城的级别也不为过。不仅衣着华丽，更是气质不凡，一看就是出身不凡的人物。但是这名女子目光冷冽，面容刁钻，一看就不是善类。龙小小，
虽也并非善类，但她至少看上去单纯可爱。可这名女子不是，只看面容就知道她很不好惹。龙木木，她怎么来了？看到这名女子，龙南巡竟露出恐慌之色。手握龙氏族长令牌的他，连那8品至尊境的灵涛长老都不怕，可却看到这名女子，却露出了如此恐惧的神态。这让楚风意识到，这个龙木木必然不是寻常的角色。龙南巡，你可知罪？转眼的功夫，那龙木木已是率领众人从虚空之中飞落而下，纷纷落在了这山峰之巅。而落下之后，那龙木木便直奔龙南巡走了过来。木木殿下，我不知我有何罪。龙南巡不敢怠慢，哪怕明知对方是龙小小的敌人，可他却也是赶忙施以义理，甚至就连说话都在颤抖。他很清楚，在这如今的龙氏之中，这龙木木是他最不能惹的人。毕竟连龙小小母女俩，龙木木都可以扳倒，何况他这种身份的人，伪造我父亲大人的贴身令牌，还敢说你没罪？来人，将他给我就地正法！龙木木这话可不是开玩笑的，他是真的想直接杀了龙南巡，并且他此话一出，其身后的人竟真的纷纷拔出兵刃，随后向龙南巡走去。那个架势，当真是要杀了龙南巡，这可将龙南巡吓坏了。我看谁敢！就在此时，龙小小则是站了出来。哟，龙小小，你居然还敢护着他！看来伪造父亲大人贴身令牌这件事，你也是脱不开关系了。龙木木看龙小小的目光充满了轻蔑与敌意，可是他此话一出，却也让龙南巡意识到问题出在了那里。木木殿下，原来你是怀疑这令牌的真伪。我龙南巡就算借100个胆子，也不敢伪造这令牌。您自己看，这令牌乃是真的啊！于是龙南巡又将那龙氏族长的贴身令牌取了出来。看到那块令牌，龙木木的脸色也是有所变化，因为他能够分辨得出这令牌并非是假的，而是真的，这让他很是震惊。龙南巡这种人怎么可能拿得到他父亲的贴身令牌？要知道，他当初想借这令牌玩一会，他父亲都拒绝了。这龙南巡凭什么？你是从何拿到这令牌的？给我实话实说，若有半句假话，我让你全家抄斩！龙木木指着龙南巡怒喝道，态度极为霸道。乃是族长大人交给我的，尽管知道这领牌来路没有问题，可是龙南巡还是被吓得冷汗连连。我父亲大人交给你的，不可能！你以为你是何身份？我父亲大人会将如此重物交给你？龙木木一脸的不信。这个龙南巡不知是太过紧张，还是有何忌惮，竟不知该如何解释。是因为我……就在此时，道士楚风忽然开口了：“你是什么人？”龙木木柳眉倒竖，用那同样不善的目光打量齐楚风。我与小小殿下乃是好友，今日来此就是专程拜访于他。按理来说，南巡兄完全可以为我带路，只是因为某些人的狗腿子封锁了此处，不允许我们进入。无奈之下，只得找族长大人帮忙。族长大人这才拿出了这块令牌。楚风说的其实乃是事情，只是他说的实在太过露骨了。这番话不仅讽刺了灵涛长老等人，还讽刺了龙木木。这不仅仅让龙木木等人面露不悦，龙南巡更是深深的为楚风捏了一把冷汗。要知道，如今龙氏之中都没人敢这样与龙木木说话，何况楚风一个外人。你以为你是什么人？竟有如此大的架子，能让我的父亲将这贴身令牌拿出来，只为了让你畅通无阻？龙木木用那狐疑的目光看着楚风，虽然他的话语之中尽是不信，但却也并没有太过难为楚风。这龙木木虽然刁钻，但他却不傻，相反他很精明。当他认出那令牌乃是真的之后，就已经意识到事情可能不简单。龙南巡是绝对没有资格让他的父亲将族长令牌拿出来的。若非要说的话，除了龙小小，可还真就是这个陌生人有这个资格了。若是不信，你可以去问问族长大人。楚风说道。放心，此事我自会调查清楚。若是让我知道你们做了什么手脚，谁都别想活着离开。来人，给我看住他们，叫他们全部待在这里。我将此事调查清楚之前，谁都不许离开。龙木木说道。南巡兄，你不是说这令牌在龙氏之内可以自由出入，无人敢阻拦吗？怎么现在就有人要拦住我们？楚风对龙南巡问道。龙南巡竟不敢回答。按理来说，这族长令牌的确权力极大，可现在拦住他们的可不是别人，而是族长大人。如今最宠爱的女儿龙木木，他若非要阻拦，谁敢违抗呢？真以为拿着一块令牌就能耀武扬威了？我不管你是谁，但在龙氏之内，除了我父亲，我龙木木还没怕过谁。拿着一块令牌就想压住我，你可真是想的太多了。话到此处，龙木木又将目光看向龙小小。龙小小，你以为找来这么一个外人，你就能翻身了？你也太天真了。不放告诉你，龙脉之源快要开启了，开启之后会有天大的机遇，但只有一个人有机会进去享受这机遇，而父亲已经通知我，让我做好准备。至于你，只能在这里等死。龙木木这番话就是想要激怒龙小小的，可是偏偏龙小小就真的被龙木木激怒了。此时他连嘴唇都在颤抖，明明很是生气，却什么话都说不出来。要知道，当初龙氏之内最受其父亲喜爱的女儿，可是他龙小小，他父亲会把最好的东西都给他，可是如今却变了，属于他的都被夺走了，而夺走这一切的就是这个龙木木。这件事让龙小小每次想到都会心痛不已，更何况这龙木木又在自己面前耍起威风。而最让他无力的是，如今的他已是败者，他真的不敢招惹龙木木，否则他害怕救不出他的母亲。可就在龙小小和龙南巡都不敢说什么的时候，却有一道声音响起：木木公主，送你一句话，天有不测风云，一是占尽优势，没必要如此得意，人生很长，最后的胜者才值得炫耀。说这话的乃是楚风。楚风这番话说出来，所有人都很是惊讶，这是明摆着在挑衅龙木木。可是偏偏龙木木却也不敢真的对楚风如何。在调查清楚那令牌的事情之前，他也不愿得罪一个陌生人。你别得意，若是这令牌
非正途而来，我会要你生不如死。龙木木丢下此话，就准备转身离去。木木殿下，我们真的要将他们拦在此地吗？可就在龙木木将要离开之时，灵桃长老却是上前询问，那毕竟是真正的令牌，他们还是有些担心。有事，我为你们兜着，你们害怕什么？就算这令牌真的是我父亲给的，又如何？难道我这块令牌比我龙木木还要重要，比族长大人的亲生女儿还重要？龙木木有些不悦地说道。属下愚钝，属下愚钝。此时，灵涛长老等人吓得赶忙认错，而龙木木则是扬长而去，率领着其中一部分人离开了此地。可谁曾想，没过多久，便有太上长老来到了此处。那来者不是别人，正是龙断。见到龙断，灵涛长老等人皆是吓得赶忙跪在了半空之上，但龙断却理都不理，而是直奔楚风而来。楚风小友，牛大人已经准备就绪，叫你过去。龙断对楚风说道。而他这一开口，灵涛长老等人顿时脸色大变，冷汗连连。莫说龙断对楚风说的这番话令人寻味，就算抛开这番话，只是龙断对楚风的态度就让他们十分惊讶。他们已经意识到这个外人似乎当真身份超然。前辈，我师尊可有说龙脉之源内有机遇？楚风问道。有，牛大人说等一下他会开启一道裂缝，你进入裂缝之中，便可与他里应外合，便可开启龙脉之源，而进入其中便会有机缘。龙断解释道。听到这里，林涛等人的脸色更加难看，他们没有想到龙脉之源的所谓机缘竟然也与这个年轻人有关。原来如此。楚风笑着点了点头，同时意味深长地看了一眼林涛长老等人，看到他们那满头大汗、十分紧张的模样，楚风忽然笑了。楚风小友，事不宜迟，我们这就动身吧。龙断长老说道。前辈，这怕是不行。楚风说道。为何？龙断问道。这些长老在此就是负责看守我们的，他们不让我们离开这里。楚风说道。龙南巡，你没有给他们看你族长令牌吗？龙断看向了龙南巡，不过还不待龙南巡回答，楚风便抢着说道。给看了，但是他们说了，怀疑这令牌乃是我们非正途得来，所以要调查事情真相，调查清楚之前，我们不可以离开。楚风说道。混账！见令牌如见族长，你们竟敢阻拦！此时，龙断也是勃然大怒。太上长老大人，属下不敢，属下不敢啊！这是木木殿下的意思，是木木殿下下达的命令，我们自己哪有这个胆子啊？林涛长老等人赶忙开口求饶，他们只得将龙木木抬出来。木木殿下，木木殿下的权力大，还是族长大人的权力大？一群饭桶，全部给我掌嘴！从现在开始，一直掌嘴！我若不说停，你们谁都不许听！龙断大声说道。而他此话一出，林涛等人哪敢犹豫，一时之间那自掌耳光的声音便响彻开来。楚风小友，这些人蠢材太过无知，我已经给予了他们对你不敬的惩罚，我们现在可以走了吗？龙断再度对楚风说道。其实他很清楚，这些人敢阻拦楚风，乃是龙木木的命令，换作平时，他也不愿得罪龙木木，可为了让楚风息怒，他只得如此。可以走了，不过前辈，我有一个要求，可否让小小公主与我们同行？楚风说道。楚风小友，你这可就是为难老夫了，老夫没有权利让小小殿下离开此地，只是对于这个要求，龙断长老竟然拒绝了。楚风小友，不允许小小公主离开此地的，乃是族长大人，除非族长大人发话，否则谁都不能违抗此命令。龙断也给出了他拒绝楚风的解释，而楚风也没有为难龙断长老，于是对楚风龙小小说道。小小公主，等我忙完了再来探望你。楚风你也小心。龙小小对楚风说道。此时他已经一扫先前的颓废，眼眸之中再度涌现出了往日的光芒。他知道楚风应该可以帮他，他的娘亲多半有救了。他从龙断长老对楚风的态度就看得出来，如今的楚风与他的师尊对龙氏而言的确很有分量。随后楚风便与龙断长老回到了龙脉之源。只不过当楚风来到此地的时候，除了先前就留在此处的牛鼻子老道以及龙氏族长还有诸多长老外，却又多出了2个人，那是一名妇人与一名年轻女子。这名妇人看上去也就中年模样，虽然有些成熟，但韵味十足，甚至比许多年轻女性都更有魅力，乃是那种可以迷惑无数男子的存在。而那名年轻女子，楚风先前已经见过，她就是龙木木。看那名妇人高傲而不可一世的样子，楚风便猜到她很可能就是龙木木的母亲，也就是让龙小小母女2个沦落到今日田地的罪魁祸首。楚风小友，你总算回来了，都在等你了。看到楚风来到，龙氏族长笑着说道。面对龙氏族长这种人物，楚风也是不敢不敬，而是笑着回以一礼。只是很快，楚风又将目光投向了龙木木。木木公主，你现在调查的如何？那令牌可是我偷来的？楚风问道。龙木木并未理会楚风，反而是不耐烦地瞥了楚风一眼，显然他已经知道了事情的经过。而对于楚风此话，在场之人则是尴尬的一笑，他们应该也是知道了事情的大概经过，知道楚风与龙木木之间应该有些误会，但却并没有人将此事太过放在心上，所以也没有人去解释什么。大师，既然人都齐了，现在可以开始了吧？龙木木的母亲对牛鼻子老道问道，话语之中竟有着几分催促之意。很显然，高高在上习惯了的母女2人还没有意识到，如今牛鼻子老道与楚风对龙氏的重要性，反而将牛鼻子老道和楚风当作雇佣而来的寻常界灵师看待了。而牛鼻子老道何许人也，龙氏族长都不放在眼里，岂会理会这龙木木的母亲？牛鼻子老道看都没看龙木木的母亲一眼，而是对楚风问道，我的乖徒弟，可见到小小公主了？师尊，见到了，只是小小现在似乎遇到了一些麻烦。楚风说道。麻烦？什么麻烦？牛鼻子老道立刻追问道。好像是被人陷害了。楚风说道。什么？被人陷害？是谁胆敢陷害小小公主？
牛鼻子老道很是不悦地问道，甚至说此话的时候还故意拉升了嗓门。而楚风随后便讲述起龙小小与龙小小母亲如今的处境，当然他也只是讲述了处境，至于为何会落到这个处境，楚风并没有提，因为他也不知道。正因为不知道，他才用陷害来形容此事，意思就是龙小小母女俩必然是被冤枉的。族长大人，这是怎么回事啊？牛鼻子老道心领神会，也不废话，竟直接质问起族长大人。大胆！只是牛鼻子老道此话刚刚说出，还不待龙氏族长回答，那龙木木的母亲便怒喝一声，随后更是柳眉倒竖，十分不悦地盯着牛鼻子老道：“你什么身份，也敢过问我们龙氏的家事？住口！不得对大师无礼！”只是他此话刚刚说完，龙氏族长却突然开口了。当龙氏族长说出此话后，龙木木母亲虽然很是不甘，但还是闭上了嘴巴。只是这声怒喝，他已经意识到这位牛鼻子似乎并不简单，否则楚氏族长不会因为他而对自己大吼大叫。大师，楚风小友，这件事情乃是我家的家事，可能是有一些误会，你们放心，我自会处理好，绝对不会冤枉了小小的母亲。龙氏族长对牛鼻子老道和楚风解释道。显然他早就意识到楚风会提及此事，所以他也早就想好了说辞。族长大人，您的家事作为外人我们不该多问，可小小公主还是我弟子的救命恩人，我们只在乎她过得是否舒服，可不管具体发生了什么，所以我也不管是不是误会，但我希望他们母女两个能够过得舒坦。这样吧，具体怎么回事我也不多问，就算是这不是一个误会，但族长大人能否给老夫一个面子，放了小小公主和她的母亲？牛鼻子老道说道。好，既然大师开口了，这个面子我必然要给。男人啊，去解除小小与他母亲的禁令。龙氏族长倒也爽快，竟然直接应了下来。而他此话一出，可就让龙木木母女俩难以接受了。他们母女俩为了扳倒龙小小母女俩，费了那么大的力气，如今竟只因外人的求情就放了。父亲，此时龙木木坐不住了，就要开口说些什么。倒是龙木木的母亲一把按在了龙木木的肩膀上，示意他不要多言。龙木木的母亲是很了解龙氏族长的，那就是作为女人，无论何时都要给自己男人面子。既然龙氏族长已经答应，她便不能反驳，就算她不同意，也要私下再谈，绝对不会在这种场合去反驳她的丈夫。这是她在龙氏族长身边多年所悟来的生存之道。大师，现在可以开始了吗？龙氏族长问道。当然，不过开始之前还要将一些事情与我的弟子交代一下。牛鼻子老道应下此话后，又看向了楚风，将等一下开启裂缝之后，让楚风与龙木木一同进入其中之事。族长大人，我有一个要求。得知经过，楚风对龙氏族长说道：“你有完没完？我们请你来是做事的，不是让你提要求的。”龙木木终于忍无可忍，对楚风怒喝一声：“木木！”龙氏族长看了龙木木一眼，虽然没有责怪，但龙木木却还是十分不爽地闭上了嘴巴。楚风小友，不知你有何要求？龙氏族长对楚风问道。我希望能与我一同进入龙脉之源的人是小小公主。楚风说道。楚风此话一出，莫说旁人，就连楚氏族长以及龙断等人面容变化。不得不说，楚风这个要求实在有些过分了。要知道，先前让龙木木进入其中，这乃是已经定好的事，而如今龙木木也已经来到此地，岂能说换就换？若是现在换了，让龙木木颜面何存？这可是如今族长大人最疼爱的女儿啊！楚风小友，你刚刚回来，可能还不了解情况。其实我让木木与你同行，也是有着我的考虑的。龙氏族长笑着说道。果然，他依然想让龙木木与楚风进去。族长大人，我并无不敬之意，只是若要我进去的话，就非要小小公主不可。楚风说道。放肆！你算什么东西，竟敢威胁族长大人？猛然间，龙木木的母亲怒喝一声，已隐忍许久的她终于忍无可忍，爆发开来。这不是威胁，而是对开启龙脉之源有所帮助。我这是为了龙氏好。楚风说道。大胆！你这是在说我龙的女儿不如那龙小小？龙木木母亲指着怒声喝道。大师，您看这。此时，龙氏族长将目光投向了牛鼻子老道，那个意思是想让牛鼻子老道劝楚风，毕竟先前答应让龙木木与楚风同行，这也是牛鼻子老道答应的事。此时，牛鼻子老道轻咳两声，这才说道：“不好意思了，族长大人，我弟子的意思也正是老夫的意思。”听闻此话，龙氏族长的脸色也是变得难看起来。他没有想到牛鼻子老道竟然会出尔反尔。大师，刚刚我们不是已经说好了让木木与楚风小友同行？龙氏族长再度问道。族长大人，该说的我的弟子已经说得很清楚了，他进入龙脉之源可不是游山玩水，也不是为了简单的帮你龙氏一个后人获得机缘，而是开启这龙脉之源。如此重要的任务，自然要找一个他觉得可靠的帮手。您说呢？牛鼻子老道说道。你凭什么说我不可靠？我哪点不如那龙小小？你们两个搞清楚你们的身份，你们只是被雇佣者，而我们才是你们的雇主。不是你叫我们怎么做，而是我们要你们怎么做，你们就要怎么做。你们拿着赏赐做事，连主仆关系你都搞不清楚吗？龙木木愤怒的大吼开来，他当真是愤怒极了。这番话乃是声嘶力竭的咆哮出来的，这样的他哪里还像是一个高贵的公主殿下，简直就像是一个泼妇。主仆关系。听闻此话，牛鼻子老道则是双眼微眯，随后看向龙氏族长。原来我们师徒二人在你们龙氏眼中只是仆人？不，绝非如此。大师，您千万不要误会。龙氏族长脸都绿了，赶忙解释。此话说完，更是看向龙木木。你在胡说八道什么？大师乃是我族请来的贵客，哪来的主仆关系？还不快向大师认错！此时的龙氏族长一脸怒容，他真是被龙木木气到了。毕竟眼下龙脉之源能否顺利开启，可都要靠牛鼻子老道，他都不敢得罪牛鼻子老道，龙木木却说出这种话，
这不是添乱吗？而也正因为他很少对龙木木这个态度，这可将龙木木吓到了，同时更是委屈的哭了出来。哭什么哭，还不向大师认错？然而对于满脸泪花的龙木木，龙氏族长却没有丝毫心疼，反而怒斥声音变得更大。他现在根本不关心这个女儿的心情，他只关心龙氏的未来。我错了，大师，是我不对，您别与我计较。无奈之下，龙木木也只好妥协，向牛鼻子老道当面认错。可牛鼻子老道却只是淡淡一笑，都没有给予回应，而是对龙氏族长说道：族长大人，机会稍纵即逝，您还要考虑吗？大师，您稍等一下，我去就来。龙氏族长说完此话，便身形一纵，离开了此地。龙氏族长去了哪里，大家都心知肚明。在龙氏的利益面前，他毫不犹豫地妥协了，这从他斥责龙木木就看得出来。龙氏族长走后，龙木木再度看向楚风和牛鼻子老道，那眼中满是幽怨，恨不得用眼神将牛鼻子老道杀死。虽然他没有再说什么，可是大家都看得出，他对楚风与牛鼻子老道充满了恨意。当众之下，属于他的大好机遇被夺走，这已不仅仅是机遇的问题，这更是让他颜面尽失。大师，真是好手段啊！就在此时，龙木木的母亲则是忽然开口，只是他这次说话不仅没有怒意，反而嘴角挂着笑容，只是这抹笑容却是有些瘆人。不知夫人此话何意？牛鼻子老道问道。我是觉得大师手段不凡，只是开启龙脉之源也是非常危险，大师务必小心。龙木木母亲说完这番话后，就准备带着龙木木离开了。等一下，龙小小就要来了，他们母女俩可不想看到龙小小得意的样子。而他这番话听上去像是在关心牛鼻子老道，但所有人都听得出来，他乃是在威胁牛鼻子老道。所以就在他们母女俩刚要离开之际，牛鼻子老道则是随之开口：夫人莫要担心，正所谓没有金刚钻不揽瓷器活，老夫既然敢接这个重任，就必然有老夫的办法。牛鼻子老道说道：是吗？那就愿你们师徒二人安然归来了。龙木木母亲冷然一笑，便纵身而去。转眼的功夫，那两道倩影便消失在了远处的荒漠之中。这方天地就好像忽然安宁了下来，毕竟已经没有了先前那争斗的氛围。楚风，你过来，为师为你交代一些事。牛鼻子老道将楚风叫到身边，便将一个乾坤袋递给了楚风，随后便当众交代了楚风，等一下进入龙脉之源内应该如何做，如何小心，甚至还特意教了楚风一套特殊的阵法。可当表面的交代之后，却又一道暗中传音也自牛鼻子老道口中拖出，映入楚风耳帘。楚风啊，那乾坤袋内有一瓶黑色的药水，进入龙脉本源深处，你会看到一座金色湖泊，将那黑色的药水倒入金色湖泊之中。倒入药水之前，记得在药瓶上布阵，就按照我刚刚教你的阵法布置即可。听到这番话之后，楚风就查探那乾坤袋，发现里面的确有一个黑色的瓶子，只是那瓶子本身就是一座阵法，并且这种阵法很强，至少是楚风布置不出来的阵法。这种强横的阵法往往都是封印恶毒之物，所以只是看到这黑色瓶子，还未看到里面的所谓药水，楚风就已经意识到这瓶子乃是危险之物。师尊，难道您……楚风以暗中传音的方式问向牛鼻子老道，他已经意识到牛鼻子老道让他做的事情绝对不是一个光明磊落的事情，否则不会暗中传音，那黑色瓶子更不会如此不祥。如你所想，这是一种保障的手段，你放心，只要龙氏能履行承诺，我们也不会咄咄逼人，那药水不会伤害他们。但假如他们事后反悔，那么他们必将后悔。牛鼻子老道以暗中传音的方式说道，但紧接着他又说道：楚风，该不会心慈手软了吧？弟子会按照师尊所说去做。楚风说完此话，就将那乾坤袋收了起来，这才像个做大事的男人，才配做我的弟子。见楚风爽快应下，牛鼻子老道满意的点了点头。至于楚风，则是扫视了一眼在场的太上长老，随后将目光定格在了龙木木母女俩离去的方向。抛开那敌意满满的龙木木母女俩不提，哪怕这些在场的太上长老虽看上去对他们毕恭毕敬，可实际上心里是怎么想的，又有谁清楚呢？他们师徒二人早已触犯了龙氏的威严，事后龙氏反悔的可能性非常的大。其实楚风也知道他们是在走一步险棋，之前他也在担忧要如何善后，但牛鼻子老道这一手却让楚风没了后顾之忧。楚风也知道这种手段不是君子所为，可若能自保，就算是小人手段又如何？以小人手段行正义之举，就算这是错，那又如何？就如牛鼻子老道所说，如果龙氏能够信守承诺，他们绝不会以这个手段对龙氏进行威胁。可若龙氏出尔反尔，言而无信，那他们师徒两个就会让龙氏知道他们师徒两个的真正手段。荒漠之上，狂风咆哮，卷起满地的黄沙，黄沙随风而起，遮天蔽日，倒也成为了这荒漠中的一道不可忽视的景象。只是眼下却有一道景象更为惊人，那是半透明的光芒体，光芒体如云一般漂浮于虚空之上，一望无际，宛如遮盖了这片荒漠。那乃是阵法，而如此强大的阵法则是出自荒漠之中一道渺小的身影，这正是牛鼻子老道的手段。在交代过楚风进入龙脉之源后该做什么事后，牛鼻子老道便开始布置阵法。而他这一出手，除了龙断大师和楚风之外，在场的所有龙氏长老都是神色变化。倘若之前他们对牛鼻子老道的手段还有所怀疑的话，那么眼下他们已是开始相信牛鼻子老道的实力。那遮蔽虚空的阵法不仅仅是声势浩大，那气息也是让人叹为观止，让人感受到这阵法的厉害。可以说除了悟道圣尊以及当年的诸葛圆空之外，他们还从未见人能驾驭得了如此强横的阵法，并且那其貌不扬甚至有些丑陋的牛鼻子老道驾驭这阵法竟然是如此的轻松，
这更是让他们意识到牛鼻子老道的名不虚传，大师果然不同凡响啊！很快，一道夸赞之音响起，紧接着2道身影也是随之落下，那乃是龙氏族长以及龙小小。小恩公，这位就是你的师尊吗？龙小小靠近后，便赶忙走到楚风近前。明明这里都是他的亲人，可龙小小却看待楚风的目光最为温柔。是啊，这就是我的师尊。楚风说道。好厉害！龙小小看着头顶上的阵法，又看向牛鼻子老道，竟满眼崇拜。这位姑娘，就是我徒儿的救命恩人小小公主了吧？此时，牛鼻子老道竟转过头来，看向了龙小小。而最令人惊叹的是，他明明在与龙小小说话，可双手仍在捏动法诀，这大阵仍在有序的布置着，甚至速度都未有丝毫影响。如此一心二用，更是彰显了牛鼻子老道对阵法强大的掌控力。晚辈龙小小拜见前辈。龙小小赶忙施以一礼，那乖巧的模样，当真惹人疼爱。果然是个美人胚子，难怪我这徒弟总提起你。牛鼻子老道说道。我小恩公他经常提起我吗？龙小小很是惊讶地问道。是啊，我这徒弟经常在梦里说，小小你好美，能不能让我抱抱你亲亲你啊什么的。牛鼻子老道一脸坏笑地说道。而他此话一出，龙氏族长和龙氏太上长老皆是一阵无语，而龙小小更是小脸一红。但要说无语，楚风才是最无语的。师尊，我什么时候有说过这些话？我的梦里也从来没有过小小公主啊。楚风说道。你这小子，男子汉大丈夫，怎么做不敢当呢？牛鼻子老道鄙夷地看了楚风一眼，随后更是补充道。好了，别废话了，别打扰为师布阵，我特么。楚风真是气得想要爆粗口了，这到底是拜了一个什么样的师尊啊？怎么大庭广众之下诋毁自己的弟子呢？没事的小恩公，我又不是开不起玩笑的人。龙小小笑眯眯地说道。虽然他笑得大大咧咧，可是脸上的那抹如苹果一般的红色，却让人知道这个丫头还是也没有那么豁达。忽然之间，虚空之上传来阵阵轰鸣，抬头观望，众人才发现那遮蔽荒漠的大阵正在不断缩小，向内汇集。而与此同时，那股强大的结界之力也是越发强横。阵起，突然，牛鼻子老道手臂抬起，随后下落，那阵法之中便有一道光束从天而降，覆盖了那龙脉之源。阵法覆盖之下，那龙脉之源也开始剧烈颤动。此时，龙氏众人，包括龙氏族长，都是紧张极了。那可是他龙氏的重中之重。根据祖训，能够影响他们龙氏命运的龙脉之源，当牛鼻子老道的阵法与那龙脉之源冲突之际，他们担心极了，既担心牛鼻子老道破不开龙脉之源，同时也担心牛鼻子老道将龙脉之源损坏。只是两者对抗之下，却是胜负难分。除了那剧烈的摇晃，并没有其他事情发生。一时之间，二者僵持不下，好像短时间之内不会再有其他事情发生，还挺顽强。不过对于这种局面，牛鼻子老道却并不在意。只见其左手未动，右手却是对着虚空一指，那虚空之上的阵法开始一阵如丛，紧接着46张光芒符纸便在阵法之中凝聚。那符纸个个长达100米有余，其中更是散发着强大且神秘的气息。巨大的光芒符纸凝聚而成，便立刻从虚空会上飞落而下，呈规则之状，有序地落在了那龙脉之源之上。每落一道符纸，那龙脉之源的颤动都会减缓一些。当足46张光芒符纸尽数落下之后，那龙脉之源已是彻底稳定了下来。紧接着，牛鼻子老道双手法诀再度变化，双手叠加，轻喝一声，震破。只听咔嚓一声，自那龙脉之源上便传来了一声碎裂之音。仔细观望，可以看到，在龙脉之源的最下方，当真出现了一道裂痕。虽然那裂痕不过3米高，宽度更是不足1米，放在这巨大的龙脉之源上面，看上去有些微不足道，但还是让所有人都目露惊骇之容。牛鼻子老道说到做到，说在这龙脉之源上开启一道裂缝，就真的开启了一道裂缝。虽然在此之前，龙氏众人也都觉得可能牛鼻子老道可以做到这一点，但任凭是谁都没有想到，牛鼻子老道竟能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就做到这一点。界灵大师名不虚传。此一时，这样的惊叹之音再度响起。只是这些话可不是出自寻常之辈，而是自龙氏族长以及众位太上长老口中而出。裂缝虽出现，可牛鼻子老道并未立刻催动阵法，相反，他的阵法又持续了许久，甚至持续的时间比先前撕开一道裂痕的时间还要久得多。虽然心生疑虑，可是众人却也不敢多问，毕竟能否开启这龙脉之源，以及如何开启龙脉之源，都要看牛鼻子老道。大家也只能选择相信牛鼻子老道，相信牛鼻子老道。在此期间，大家自然也不会闲着，而是想方设法的想要通过那裂缝窥探一下龙脉之源内部的情况。可那裂缝始终为漆黑之色，无论用怎样的手段都无法看到裂缝内的情况，就好像那裂缝只是一个摆设，并不能通往龙脉之源一般。就这样过去了足足3个时辰之后，牛鼻子老道才终于将目光投向楚风和龙小小。你们两个进去吧。楚风就按我说的做。牛鼻子老道说道。遵命。楚风说完此话，便带着龙小小从那裂缝进入其中。只是穿过裂缝之后，楚风和龙小小便惊愕地发现，他们进入了一个漆黑的世界。哪怕已经穿过了那裂缝，显然也没有真的进入龙脉之源，并且有着一股力量将他们封锁在了这里。若想继续前行，就必须破解这力量才行。所幸那挡住他们得力量之中，隐隐间有符咒流动，那就是线索所在。于是楚风也不怠慢，赶忙释放出精神力，去感应分析那符咒的内容。只是感应之后，楚风却是眉头紧皱，他发现那符咒内的内容并不难顿悟，甚至非常轻松的就领悟了其中的意思。挡住他们的乃是一种阴阳结界，若想破开这阴影结界，其实非常简单。那符咒之中
就已经提供了一种破解的方法。这就好像一面上锁的门挡住了你，可是在那面墙上却挂着开锁的钥匙一般。但若要说简单，却也没有那么简单。这破解阵法需要2个人合力才能布置而成，但简单的合力又不行，竟然需要赤身相对，这让楚风甚是尴尬。这是什么鬼条件？若是他将这件事情告诉了龙小小，龙小小非要以为他是一个色魔不可。只是楚风还是下意识地看了龙小小一眼，虽然此地漆黑一片，可楚风还是能够清晰地看到龙小小。这一看不要紧，楚风发现龙小小竟小脸通红，低头不语，似是感受到了楚风的目光。龙小小本就通红的小脸变得更红了。难道小小公主，你也发现了破阵方法？楚风问道。龙小小点了点头，这破阵方法太奇怪了，应该是一种恶作剧，我们2个正常布阵，看看可否破开。楚风说道。好，龙小小表示赞同，意见达成，2人也不犹豫，立刻按照从此处悟得的阵法开始布阵。还真被说，当2者合力布置而出后，这阵法还真是有些不同寻常。寻常的阵法大多金光萦绕，可这座阵法竟是白色与蓝色相互交织，2股力量相辅相成，完美融合，看上去不仅美轮美奂，更是散发着神秘的力量。此阵成后，楚风与龙小小也不犹豫，赶忙催动阵法，想要冲破那将他们困于此地的无形力量。可是竟然无用，这阵法明明如此神奇，但却无法奈何那挡住他们的力量。怎么会这样呢？该不会真的要……龙小小此话没有说完，小脸已是变得更红。我回去请教一下我的师尊。楚风说话间便准备从那裂缝离开，去找牛鼻子老道。只是楚风却又发现那裂缝消失了，无论他用什么手段都无法发现那裂缝，他们彻底被困在了此地。怎么了？见楚风眉头紧皱，龙小小问道。裂缝不见了，我们回不去了。楚风说道。而楚风此话说完，又有一股力量从4面8方涌现，那是一股威压，来自阵法的威压。那威压极强，楚风和龙小小都感受了压迫，竟然是真的。感受到那威压，楚风更是暗叫不好。先前从那符咒之中悟得破阵之法的同时，还得到了一些其他消息。他们破阵的时间有限，只有1炷香的时间。若是1炷香的时间内没有破阵，这阵法的力量就会将他们抹杀。让我想想，总会有办法的。楚风并没有盲目布置破解阵法，他从一开始就知道他所掌握的阵法无法破解困住他们的力量。楚风必须冷静思考，思考一些其他方法。只是时间一点一滴流逝，龙小小似乎也是下定了决心。小恩公，要不我们就按照此处的提示做吧。龙小小说道。不行，这怎么能行呢？然而楚风却是连连摇头。小恩公，你可以不看我呀，以你的实力，就算闭眼布阵也可以的吧？龙小小说道。小小公主，这样不行，实在不妥。楚风说道。难道你就如此嫌弃我，还是说你怕我看到你的身子？龙小小问道。我一个大男人，我怕什么？你要是想看，我现在就给你看。只是小小，你还是一个姑娘，我不能占你便宜。楚风说道。可是听到这里，龙小小却是小嘴一撅，说道。你就是嫌弃我，那算了，都死在这里算了。这个丫头竟然生气了。楚风不是什么真正的正人君子，甚至楚风有的时候遇到刁蛮和不讲理的人，还会奉行有便宜不占王八蛋的想法。可楚风总觉得这样对龙小小则是不太好。先不说龙小小近些日子的遭遇已十分让人心疼，最主要是楚风觉得此事实在太过蹊跷，好端端的怎么会有这样奇怪的要求？再联想到之前的种种，楚风有了一个判定，这很可能是有人搞鬼。可龙氏老祖将龙氏建立于此之前，就已经有了这龙脉之源，所以此地又不是龙脉老祖所创，究竟何人所为，已经无从追查。可无论怎么看，此地的创造者都不像是一个如此无理取闹之人。若要说无理取闹，楚风倒是能从身边找出一个人，那便是牛鼻子老道，并且牛鼻子老道实力深不可测，他是有能力制造出这样的困境的。再联想一下牛鼻子老道之前的种种作为，楚风觉得牛鼻子老道先前开启裂缝后，没有直接让楚风他们进入，搞不好就是在做手脚，这手脚就是此时困住他与龙小小的阵法。不过这也只是楚风的猜测，无凭无据，也不能诬陷他人，何况这个人乃是自己的师尊。莫说这还只是怀疑，就算这是真的，楚风也不能告诉龙小小啊，否则龙小小对他师尊的印象必然极差。小小公主，你不要误会我，你看你身份高贵，又貌美如花，我楚风一个穷小子哪里会嫌弃你？楚风赶忙上前解释。真的吗？你真的没有嫌弃我？龙小小一双美眸目不转睛地盯着楚风，那小眼神之中闪烁着狐疑之色。当然是真的，我楚风对天发誓，我若骗你，天打五雷轰。楚风举手发誓。你闭嘴，你是天级血脉，哪次突破不是被天雷轰顶？龙小小气得咬牙切齿，觉得楚风是在戏耍他。那我重新发誓，我若骗你，我就生儿子没屁眼。楚风再度说道。你这什么啊？迫不及妻儿，你怎么能拿你儿子发誓？况且你已经有儿子了吗？龙小小再度问道。那美眸之中竟闪烁出了一抹忐忑，就好像在担心着什么。没有啊。楚风连连摇摇头。虽说楚风也曾与人发生过关系，可楚风就算疯狂之时也保持着一丝冷静。楚风最怕什么？最怕亲人被自己牵连，在他连自己都无法保全之时，他是根本没有要孩子的打算。虽然当时爽是爽了，但楚风也运用特殊手段控制了自己体内很重要的东西流出，所以楚风可以断定他绝对没有孩子，那就更不能发誓了。龙小小说完此话，又瞟了楚风一眼，说道。算了算了，勉强信你了，只是你宁可死在这里，都不愿意按照要求做，到底是为什么？小恩公，你今天必须给我一个合理的解释，否则你还是在嫌弃本公主。龙小小撅着小嘴逼问道。我只是觉得
此事有蹊跷，这很可能是一个考验。楚风说道。考验？龙小小则是有些茫然。对，就是考验。随后楚风就说出了自己的看法。他对龙小小说，觉得这个奇怪的要求是个考验，考验他们彼此尊重之心。若是不按照要求做，便通过考验；反之，若是真的按照要求做了，有可能破开结界，但也有可能遭受惩罚。并且楚风说这话的时候有理有据，俨然给了龙小小一种楚风说的就是正确的感觉。原来是这个样子啊，那倒是我错怪小恩公了。那我们就等着吧，反正无论生死都有小恩公陪着我，也不亏。龙小小笑眯眯地说道。楚风没有想到这个丫头不仅如此相信自己，竟还如此释然。你这个不中用的东西，老夫给你机会，你怎么这么不中用啊？可就在这时，却有一道暗中传音映入楚风耳帘。那暗中传音不是别人，正是楚风的师尊牛鼻子老道。我师尊果然是你捣的鬼。听到那暗中传音的同时，楚风也能感受到牛鼻子老道的位置，所以能够以暗中传音的方式与其对话。此时楚风真是气坏了，他从下界走来，牛鼻子老道不是他唯一的师尊，但楚风还是第一次遇到这样的师尊，这也太不正经了。他的师尊真的曾是圣光天和最强界灵师吗？最强界灵师能做得出这种事情，别不知好歹。你师尊我这是为了你好，龙小小未来必成大器，况且这丫头长得不错，你怎么有便宜不占呢？错过了这次机会，你可别后悔。牛鼻子老道说道。我说师尊，这实在不妥呀，你弟子我对小小公主没有那个意思，怎能随便就占便宜呢？我若是那种人，该怎么做您的弟子？那我以后不是见到一个美女就直接强占，成了一个大淫贼了。楚风这番话说得很是巧妙，他没有特别直接的责备牛鼻子老道，反而给出了自己合理的看法。一阵轻咳响起，牛鼻子老道似乎也意识到这样做不对，于是说道。不愧是我的好徒弟，为师没有看错你，其实为师也是想试探一下你，你若真的这样做了，为师也会看不起你。听闻牛鼻子老道这一番话，楚风则是一脑门的黑线，甚至有些鄙夷，因为无论怎么看，这都不像是一个考验，更像是他师尊的一个恶作剧。好了，你小子通过考验了，别浪费时间，让这丫头享受一下此处的力量吗？牛鼻子老道声音再度响起，下一刻，原本漆黑的世界则是变得明亮起来，真正的龙脉之源世界浮现在了楚风与龙小小面前。身后这一道裂痕，那正是他们进入此处的裂痕。除了那裂痕之外，四面八方都是一个蓝色的世界，山川大地都犹如蓝色的宝石打造而成，光芒闪闪，美轮美奂。身在此地，宛如是在梦境之中。最主要的是，当那封锁他们的力量消失之后，一股强大的气息也是扑面而来，并且那气息正自四面八方不断向龙小小汇集。小恩公，你说的是真的？那果然是考验。龙小小兴奋不已，快盘膝坐下，运用功法与那力量相融。楚风则是催促道。小恩公，你也能感受得到此时向我汇聚的力量？龙小小很是诧异，其实他会如此高兴，就是因为他已经感受到了那股力量，那力量是他从未感受过的，那是能够改变他命运的力量。小小立刻盘膝坐下，运用你在龙氏族内所修炼的功法，催动身体与这力量相融，不要浪费时间，这是我师尊交代我的，你必然要珍惜眼前的机会，他很可能会改变你的命运。楚风没有说谎，这的确是牛鼻子老道交代的。好，龙小小本就感叹这力量的强大，在听到楚风这样一说，更是越发重视，于是他赶忙盘膝坐下，闭上双眼，运转功法，将那自四面八方席卷而来的力量接纳到自己的身体之中，迎接这足以改变他之命运的机遇。通知，愣着做什么？还不按照我说的做？忽然一道暗中传音映入楚风耳帘，那声音乃是来自楚风的师尊牛鼻子老道。师尊，我现在就去吗？楚风问道。龙小小的任务已经完成了，他进入此处帮不到你的忙，只要在这里享受这龙脉之源内的力量就可以了，这是他的机遇，但要想要彻底激活龙脉之源，还要靠你。牛鼻子老道说道。弟子明白。楚风看了看，那双目紧闭，专心吸收这来自四面八方力量的龙小小。楚风不想打扰他，但也怕龙小小醒来不知道自己去向儿这急，于是楚风留下了提示，告诉龙小小在这里等着自己。做完这些，楚风就向龙脉之源的深处行去。一路走来，楚风除了欣赏到了龙脉之源内的美景之外，倒是没有遇到什么阻碍，一路顺利的出奇。没过多久，楚风就来到龙脉之源深处，也见到了牛鼻子老道所说的金色湖泊，金色的浪花翻腾之间闪烁着光芒，宛如金子化成了水。可这样的金水却是无边无际，就算没有多大的风力，可还是掀起了层层金色的巨浪，在不断的呼啸。如此辽阔的水域，说它是湖泊已不贴切，反而称其为海域更为符合。但这片金色的海洋可不止水是金色的这么简单，其中所散发的气息也是不同寻常。若非要说这金色海洋中的气息竟与楚风那可吞天麒麟蛋内的气息有些相近，这海洋内的力量与眼下不断涌入龙小小体内的力量是相同的力量。不过这金色海洋中的力量可比此时进入龙小小体内的力量要强横数百倍都不止，甚至楚风觉得弥漫于这个世界各处隐藏于空气中的力量很可能也是源自于这金色海洋，这金色海洋便是龙脉之源。楚风没有直接出手，而是运用天眼观察起来，天眼之下一切变得清晰，楚风能够看到那龙脉之源深处竟有着一具骨骸，那骨骸放在这汪洋大海之中，可谓不值一提。可看到这骨骸之后，楚风却内心震撼，这具骨骸长达10000米有余，并且那是一具龙的骨骸，只是这是一具骨骸并不完整，就好像遭受过撕咬一般。那缺少的骨骸不是被人偷走的，更像是被什么东西硬生生咬断的，除了撕咬的痕迹，还
还有很多利爪的痕迹，并且楚风推断，这伤痕皆是此物生前所留。强大的武者，就算死后，也会有强大的气息留下，妖兽也不例外。在楚风看来，这具骨骸就算生前不是真龙，也必然是极为强大的存在，能够穿过他的皮肉，抓在骨骸之上，那么这个对手也必然是极为恐怖的存在。只是他的对手是谁，在这金色海洋内根本就找不到。难不成这龙脉之源就是因他而来？楚风开始猜测起来。倘若说这龙脉之源真的是这具龙的骨骸所化，那么这位生前的实力可能比楚风想象的还要厉害得多。发什么愣？还不快一点！再不快一点就来不及了。可就在这时，牛鼻子老道的声音却再度响起：“师尊，我离您这么远，您还能与我暗中传音啊？”楚风很是惊奇。牛鼻子老道声音响起之前，楚风已经感受不到牛鼻子老道的存在了。可是现在，楚风又能感受到牛鼻子老道的气息。最让楚风惊叹的是，楚风能够感受到牛鼻子老道的位置。牛鼻子老道还在龙脉之源外，但却能够准确锁定楚风，这让楚风十分惊奇。毕竟楚风现在的位置距离牛鼻子老道已经非常遥远了。你这小子，先别废话了，快按照老夫说的做，否则来不及了。牛鼻子老道催促道，并且听他的语气，似乎真的很着急。这种情况下，楚风哪里还敢犹豫，赶忙取出那黑色瓶子，并且按照牛鼻子老道所教，现在黑色瓶子外布置阵法，阵法完毕，楚风才将瓶子打开。只是瓶子打开后却没有任何异样，楚风甚至闻不到药水的气味，但楚风还是将瓶口对准金色海洋，随后催动阵法。下一刻，那不过手指大小的瓶子内竟涌现出磅礴的黑水，那黑水喷发极为凶猛，不过只喷发了极为短暂的功夫，可那黑水进入黑色海洋后，就宛如具有生命一般，化作一条黑色的巨蟒，直奔金色海洋深处而去。它的目标乃是那具龙的骨骸。不过眨眼的功夫，药水化作的黑色巨蟒已是来到了那具龙的骨骸面前，并且开始蚕食那具龙的骨骸。很快，龙的骨骸彻底被黑色巨蟒蚕食，而只听轰的一声巨响，那黑色巨蟒竟然四散开来，化作黑色气焰，与这金色大海相融。相融之后，这片海面变得极不平静，滔天的浪花竟高达数百米，这片海域都如同沸腾了一般。紧接着，自海域中心竟卷起了一道旋转的水浪，水浪如水龙一般，先是冲天起，随后竟向远处飞掠而去。糟糕！见此情形，楚风暗叫不好。他发现那水龙飞往的方向乃是龙小小所在的方向，眼见不妙，楚风赶忙纵身而起。当楚风赶到龙小小近前的时候，发现为时已晚。那自金色海洋内所飞掠而出的水龙已是来到了龙小小的近前，正化作能量体，不断涌入龙小小的体内，并且在龙小小的脸上还有着一抹痛苦之色，就宛如这力量已经超出了龙小小承受的范围。可偏偏那水龙始终连接着金色海洋，也就是说，那金色海洋的力量正在源源不断地进入龙小小体内。这样下去，龙小小可能会承受不住。而对于这一切，楚风根本没有办法阻止。怎么会这样？楚风内心极为不安，眼中更是涌现出了惭愧。他向金色海洋内灌输黑色药水，乃是为了防止龙氏之人出尔反尔，对他们师徒不利。可是现在，金色海洋内的海水正在涌入龙小小身体之中，也就等于那可怕的黑色药水也在进入龙小小体内。先不说这金色海洋的力量能否承受得住，倘若黑色药水真的极其危险，那可就等于是楚风害了龙小小了。